技有溫度，吐槽有風度，整活很鬼畜。這裡是主觀獨立不用方的黑絲科技大咖司機，我是司機貓貓。選車啊，其實就是選生活方式。經常滿員6座是剛需，而人不多但追求日常享受，大5座會更從容。今天我們要來體驗的是號稱30萬級科技標杆的大5座 SUV 小鵬 G9L。對我來說，一台車最直觀的科技感就體現在那些能讓我少動手甚至不動手的自動化裡。那麼 G9L 能不能做到呢？先說顏值 ，G9L 跟前段時間因為外觀設計大受好評的 Mona L03一樣，由前法拉利首席設計師操刀。口碑這塊拿捏了呀！我们也是運氣好，拿到了我最喜歡的新配色托斯卡納綠，它給我的感覺很像絲絨珠寶盒，就喜歡這種貴氣逼人的感覺。5.12米的車長和3.1米的軸距，體量感拉滿，但低趴溜背造型和22英寸超寬月樣胎，讓它看起來一點也不笨重，反而很有動感。外觀的點睛之筆，我覺得是 GX 同款的 AI 數字投影大燈。這燈啊，實用性很強，當你跑在路上的時候，它能將你跟前車的距離實時投影在地上，提醒你保持車距。要轉向變道的時候，它會在地上投影箭頭，讓周邊的車和人知道你往哪邊走。遇到斑馬線上的行人，還會投影讓行的標識。優雅，實在是太優雅了，而且它還能在不影響自身照明效果的前提下，屏蔽前方車輛和行人的上半截，不枉人家眼非常文明。就是我平時開電機最怕對面大燈跟閃光彈似的。看到這兒，我感覺啊，這台 G9L 給我的科技感跟大灣區攬勝小鵬 GX 那叫一個一脈相承，只不過一個是大6座，一個是大5座。當然 ，G9L 也有它首發搭載的殺手鐧，我們上車看看。迎賓這塊 G9L 也有點東西，這電動門一按就開，同時電動側踏板自動伸出來了，風雪也自動降低了，對穿裙子、高跟鞋的女士還有老人小孩都很友好。關門還是電動吸合，得給個好評。坐進前排，這車活人感更足的地方來了。普通的零重力座椅已經蠻舒服的，對吧？G9L 這零重力座椅還能主動貼合你的體型，這不科學吧？不信你來試試，是不是感覺它悄咪咪調整？是我感覺腰這裡它慢慢的貼上來托住。對吧？一個副駕塞進91個傳感器和27個調節器帶，而這個級別的感知精度用在座椅上，看似大材小用，但你別說，舒適度真的上升了不止一個 level。關鍵是前後排的零重力座椅是可以同時躺的，這點非常少見。如果說座椅算個意外驚喜的話，那後面這個智能4電機行政中島就是我來之前最感興趣的部分啦。因為傳統的座椅靠背小桌板蠻雞肋的，就像飛機上的小桌板一樣。前排要是躺倒，後排就很難用了。現在小鵬 G9L 把小桌板藏在後排這中島裡，你看我按個鍵，它就自動降下來，後排瞬間變成2個老闆椅，一個一下上去了。再按一下，裡面的小桌板自動升起來了，還能調節到最順手的位置。你調座椅靠背，它也會自適應角度，舒服。裡面有小鏡子，我可以補個妝，也能當手機支架追個劇，而且穩定性也很到位，不會像傳統小桌板那樣前排座椅有個啥動靜啊就把東西全弄倒了。現在是互不干擾的。其他舒適性配置，比如无菌風冷雙開門冰箱、3.3陽音響、21.4英寸 3K 護眼觸控娛樂屏，都是跟 GX 同款的。至於空間，之前在網上刷到2.01米的朱芳雨坐進小鵬 G9L 後排都舒坦得很。果然1.8米的我坐進來也是從從容容、游刃有餘啊，是吧？那就更不用說我這種小女生啦，翹個2郎腿 so easy。空間那麼大，不整個大床房就浪費了。這裡有個懶人狂喜的點，就是5座一間大床房，壓根不用拆頭枕。就是這樣才靠譜嘛！平時看那些在車裡午休的小視頻，又要拆這又要裝那，老折騰了，搞定都夠鐘上班了，根本不科學。最後來看看後備箱，1152升，滿座還能放下5個24寸行李箱，離譜。而且這個行李箱蓋板很實用，可以將後備箱分割成上下2區域，垂直空間利用率一下就上來了。我覺得小鵬 G9L 的打法很機靈，它每個首發的東西都是衝着一個傳統痛點去的，能自己貼合你身材的零重力座椅，能穩定靈活還能電動的中島，不用拔頭枕就能變得大床房。這些配置對追求舒適享受的家庭用戶來說誘惑應該蠻大，你怎麼看呢？好了，本期小鵬 G9L 的靜態體驗就到這裡，歡迎大家在評論和彈幕留言討論。卑微司機在線求點讚、求關注、求轉發，謝各位紳士能看到最後，我們下期再見。